上次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凯瑟琳嘛，对，阿拉宫的凯瑟琳唱完以后，会有王后跳出来说，哎，你且等一下，好像你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位更加重要的、最有争议的那位，然后最有心机的那位，甚至是改变历史的那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那个安柏林。安柏林就是泰然自若的在大家聊的时候自己在那边看手机，显得他非常的，他并不在乎好像大家都在议论他的那种感觉。但是毫无疑问，他真的是就是这6个王后里面，或者说是所有关心亨利八世这一整段情史的人最关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那个就是安柏林。他在那个歌里面一直在问说，那我该怎么办 What was I meant to do， 就表现了他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他自己想要去做的，或者说不是他故意的。我看完他的整个经历以后，我觉得可能他其实真的只是在他有限的范围里面尽情的实践他自己的可以说是政治或者宗教见解，在履行他自己的一些原则和个性吧。安柏林的整个大起大落，我觉得跟他的家族的大起大落是不可以分割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家族的大起大落跟他那段时间的就是英格兰国内贵族王室里面的格局是密不可分的。在我展开说安柏林的家族这个历史之前，我真的要提醒一下，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叫 Thomas 的男人。我查的时候就说怎么又来一个 Thomas， 怎么还有一个 Thomas， 就可能我猜可能这个名字在16世纪的英国可能真的很受欢迎。待会儿讲的时候我会尽量分清楚是哪一个 Thomas， 是谁家的 Thomas。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安柏林的大起大落和柏林家族的大起大落肯定是分不开的嘛。等等，安柏林的家族就叫柏林家族对不对？就是他的姓。对，他叫 Boleyn B-O-L-E-Y-N， 但是最早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么拼的。在英国有一个 Hever Castle， 它最早是柏林家族的房产。现在如果再去柏林家族的这个 Hever Castle 去看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家族的拼法原来是 Boleyn B-U-L-L-E-N。 他家的 castle 的程度就是唐顿庄园那种程度是吗？他们家的那个 Hever Castle 非常大，而且他们家不仅仅是 Hever Castle。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存的很多都铎时代的著名建筑，或者说是在那个英国的建筑上可以排得上名字的都铎时期的建筑，大半都是柏林家拥有过的。但是其实柏林家族他们刚开始并不是贵族出身，最多只到 gentry， 就是地主乡绅的这个级别。为什么我说大起大落？就是他们家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现在就是第一个 Thomas 就出来了，就是 Thomas Boleyn， 就是安柏林的爸爸。他爸爸的祖父叫 Geoffrey Boleyn， 他是一个非常身份低微的一个学徒，一个工匠。就等于说是安柏林的曾祖父那一代才靠着自己的手段一路爬升成为伦敦当时的市长，然后得以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安柏林的爷爷 William Boleyn 找了一门好的婚事，然后为他们家族又收获了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然后 Thomas Boleyn 这一代，就是安柏林的爸爸这一代，野心就更加大了。他不仅仅是想要财富和社会地位，他想要在宫廷里面崭露自己的头角。但是因为都铎时代嘛，就是中世纪差不多刚刚结束这一段，整个欧洲吧，可以这样说，血统几乎是决定一切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贵族血统，直接就为你的仕途就是点亮一盏明灯，因为他们家最多只能算是绅士阶层，跟那个贵族是有很明确的一条分界线的。对，那要怎么往上爬呢？ Thomas Boleyn 他爸爸就再次又选择了靠结婚去提升自己的阶级。他当时是怎么去攀上一门高清的呢？靠的就是自己的钱。其实这个跟唐顿庄园里面其实就有点像。对，你带着钱，我给你的 title。 对，就是真的就是纯交易。是。所以他就娶了谁呢？他娶了哈沃德家族的伊丽莎白。哈沃德家族接下来会出现很多次，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靠结婚往上爬是柏林家族的传统艺能。就是说不是说什么安柏林好像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小三，他这一代才开始就是破坏人家家庭啊什么的，这个其实不存在。作为有野心的柏林家族的人，肯定是会想到这一条路的。懂，就是说靠婚姻换取地位是一个家传手艺了。对，
然后呢，我刚才说到这个哈沃家族是什么来历呢？安柏林的妈妈 Elizabeth Howard， 她的父亲和祖父是 Dukes of Norfolk， 就是诺福克公爵，是公爵哦。他的名号是诺福克，但是他们的封地好像不在诺福克，他们的封地好像在萨塞克斯还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混乱啊？我以为封地就是直接就是他的 title 就是封地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像这种爵位，不是说怎么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而是很有可能突然被收掉，然后给另外一个人。有可能比如说他们老家本来就在那儿，但是他被封了一个 Dukes of Norfolk， 名号是 Norfolk， 但是不一定他们家是住在 Norfolk。人地分离，户口不在哪儿那种。对，所以 Thomas Boleyn 等于是攀了一门，当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门高清，可以想象他是很有手段的一个人。那这之后呢 ，Thomas Boleyn， 我打着岔哦，我突然在想哦，他如果能招攀，诺福克公爵家到底是穷了，还是说这个 Thomas Boleyn 长得实在是太帅了？前者。他实在给的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只能这样说。为什么说他们家有可能缺钱的一点是 Thomas Boleyn 的公公他很能生，他和2任妻子都生了差不多5、6个小孩。当时因为是长子继位，除了长子能继承大部分的财产和房产以外，其他的小孩不一定活得很优渥。他歌词里面有一句说 My daddy said you should try to get ahead， 就说我爸爸告诉我你应该去争取一下。所以这个确实是可以考据的，因为他爸就是这么攀上的高清。然后这个哈沃的家族呢，现在注意就是第2个 Thomas 要出来了。Thomas Boleyn， 托马斯柏林的大舅子也叫 Thomas， 就是安的舅舅。Thomas Howard 是上一代诺福克公爵的长子，也就是说他将来会成为下一代诺福克公爵，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但他其实自己也在宫廷里面正处在一个积累财富积累人脉的一个阶段，而且据说 Howard 家的 Thomas 呢脾气很坏，很难打交道。他跟那个 Thomas Boleyn 不太一样，他是靠自己的军事的一些功绩爬上去的，就是他们俩算是一个文一个武吧。这桩婚事就在 Thomas Boleyn 身后推了一大把，他就靠着这一层关系一下子就变成了国王身边的贴身侍从，有一个 title 就叫 Esquire of the Body。 当时可能国王身边最多只有6个人可以拿到这么一个职位，很多贵族的年轻男子都是从这边起步的，就是御前侍卫是不是？有一点像这种，就是说他靠着这个婚事，他现在终于和其他的贵族年轻贵族在同一个起点上面开始竞争上岗了。现在呢，他和自己大舅子其实是绑在一起的，他自己心里面就很清楚说，如果说我们俩现在在宫里面命运是绑在一起的，那万一 Thomas Howard 摔下去了，我肯定也会跟着他摔。他觉得不行，我必须在宫里面找其他的人脉。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第3个 Thomas 又登场了。他是在历史上面亨利8世的在位期间的前半段时间，等于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人，叫 Thomas Wolsey。 他在当时的才识其实远远要在另外2个 Thomas 之上。 Wolsey 他这个人更加夸张，他的爸爸是个屠夫，他能爬到国王身边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可以想象说这个人肯定是很有手段，包括自己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本事的。宗教上面他是做到大主教红衣主教，最高是红衣主教，后来就是变成大主教。政治上面他是等于像宰相一样的，那真的是叫 King's Chaplain， 很厉害了。就是说2条路都已经基本爬到顶了。对对对，没错，你说的没有错，就是他2条路都已经爬到顶，哪怕他后来失势了，就是政治这一条路被关闭了，他就开开心心的回自己老家做自己的大主教去了，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也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这也太厉害了。对，所以当时柏林爸爸特别希望说我要跟这个人攀上一点关系。除此之外，柏林当时刚刚在那个宫里面崭露头角的时候，亨利8世还只是亨利王子，但是柏林爸爸已经在跟他搞好关系了。1509年亨7去世，亨8在18岁的时候正式继位的时候，因为怎么说呢，你换君王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就是说新的君主他想要把自己身边的人都换成自己的人嘛。柏林爸爸他就靠着这一层人情，不但就留在了亨8身边，而且还趁着亨8他跟凯瑟琳结婚的这个机会，他又给自己拿到了一个骑士的一个位置。
柏林爸爸生成了 Knight of Bath 这个骑士，然后他的那个舅舅靠着他打仗打出来的战绩呢，他升到了好像是英国国内荣誉体系里面最高的一个加特骑士。这2个人呢，他们现在呢在那个宫里的地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了，但是呢哪怕这样，他们2个人还是不如 Wolsey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就成为了国王的那个枢密院的成员，既是国王专属的牧师，又做到大法官，他几乎掌管了国王不管的一切。国王不做决定的时候，他是替国王做决定的，而且就是当国王颁发什么文书啊，颁发什么命令的时候，是由他来颁布，他有一个专用的章，就有点像玉玺，就所以是 Wolsey 在当时其实是整个宫廷里面的权威。亨利8世他是一个很自负的很骄傲的一个人，而且又年轻气盛嘛，他上台以后呢，他就跟 Wolsey 说，作为一个新王，而且我爹好像干的也不错，我要怎么去获得民心，然后要积累我自己作为国王的一个荣誉。然后 Wolsey 这个时候就跟他主张说，你可以去打法国呀，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英国人没事儿你没事儿打法国就会拉升国内民众的好感，就是这路真的是。那你打法国你不能单枪匹马去打，你总得试着去拉一下其他国家或者说是其他政权的支持吧。他就想到说要去跟神圣罗马帝国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拉好关系，比如说神圣罗马帝国，我跟他说好，哎，我们现在要去打法国，你不能说你明着帮我，也不是，就是说你虽然说你不要明着帮我，但是我跟你打一声招呼，如果万一到时候法国拉你的话，你不要理他，就类似于这种，就是说我们2个先联盟一下，然后我可以安心的去打法国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时候你想神圣罗马帝国肯定不是那么好攀关系的，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美差。Wolsey 呢他就把这个任务就扔给了 Thomas Boleyn， 就是柏林爸爸。柏林爸爸这个时候可能是35、6岁，我以为他自己亲自去，没想到他竟然把他扔出去了。Wolsey 怎么会自己去呢？ Wolsey 他是主持国内各种事务的人，具体怎么去拉关系呢？柏林爸爸他就去找了那个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其实就是谁，就是我之前不是说为什么说阿拉贡的凯瑟琳背景很硬，他不是有一个哥哥，等于是他爹妈的长子，也是应该是要未来是继承王位的，他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联姻了，就是这个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但是很不幸，就是说那个胡安很快就死掉了，玛格丽特很快就守寡，然后又嫁给了萨沃伊公爵，她就成为了萨沃伊公爵夫人。柏林爸爸他就打算通过这个玛格丽特去拉关系，就是说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让我见到你的父亲，我们来商量一下，就是你们能不能支持我们跟法国开战。果不其然，就这个事情非常难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用各种借口一直不见，好像1年多都没有见。在当时，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快速上升的一个贵族的话，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情。但是柏林爸爸他没有气馁，他就特别的有耐心，然后特别的有恒心，他就一直待在玛格丽特的身边，就用各种方法去博取他的好感，博取他的信任。最后他真的跟玛格丽特成为了一个私交很好的关系。1年多以后，他就成功的让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达成协议，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柏林家族的又一次机会就来了。玛格丽特他当时他们可能是打了一个赌，说他能不能成功，结果柏林爸爸就赢了嘛。那玛格丽特就说你要什么奖励，然后柏林爸爸他要了什么呢？他就向玛格丽特请求说，能不能让我的女儿到你的宫廷里谋个职，其实就是侍女啦，就是贴身侍女啦。因为玛格丽特你想想，她当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又是萨沃伊公爵夫人，其实她地位是很高的。然后玛格丽特就同意了。然后呢，柏林爸爸当时他就挑了自己的小女儿。当时其实柏林家历史记录上面就只有3个孩子， Mary、Anne 还有 George 是他们的弟弟。Mary 呢，在历史上面种种迹象是表明她应该是长女，但是之前柏林家的另外一个女儿里面说 Mary 是妹妹，然后 Anne 是姐姐，但是历史上面大家比较认可的是 Anne 是妹妹，然后 Mary 是姐姐。当时其实安柏林才12岁，她就被柏林爸爸就送到了萨沃伊公爵夫人那边，所以她等于是当时就是一个小留学生了。我觉得他爹好精明啊，就不仅是留学生，而且还是，这都不是留学生的程度，这就像是小年纪直接送去世界500强，然后董事长旁边，然后做秘书长，秘书长下面的小秘书。对，这个太厉害了。是啊，而且你想，为什么她是小女儿，柏林爸爸
还是把她送了出去，说明其实柏林爸爸当时可能就看出来说，我的小女儿她跟我比较像，都是更有野心、更有头脑、更聪明的那一个。当时就是有一封留存到现在的一封信是安写给她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不像是一个12岁小女孩的决心抱负，就是她写了一封，而且她是当时已经是用很蹩脚的法文，好像跟她爸爸说啊，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这封信就是被发现的时候是叠了又叠，可能是当时柏林爸爸一直带在身边，就是随身带了，然后可能就是没事就拿出来翻翻啊什么，是作为一种我很骄傲，然后我女儿有出息那种老父亲的这种，对，就是心愿被小女儿完成了。然后这个其实没有结束，就是刚才不是说那个柏林爸爸他成功的就是让神圣罗马帝国转而支持他们去跟法国开战嘛，但是好景不长哦，神圣罗马帝国又翻脸不认人，就转而支持法国。所以其实亨利八世原本期望的说啊，我要靠打法国，我要给法国一巴掌，然后让大家看看我有多狠，这个愿望就没有实现。然后这个时候 Wolsey 呢，他作为皇上的身边人，他又出来了，他扭转局势，他说既然我们现在不能打一场漂亮的仗，那不如我们就办一场漂亮的联姻。他就跟亨巴说，让亨巴把自己18岁的妹妹 Mary 去嫁给当时法国的路易12，路易12当时已经52岁了。Oh my god， 我已经满脑子，你知道你现在跟我讲这些，我已经2次出现《甄嬛传》里面的情节了。第一次是安柏林他爹还有他大舅子，就让我想起了年家，就罗老四啊，我们都统称就是雍正是爱新年羹尧那个年吗？对对对，爱新觉罗，因为他是第4个孩子嘛，我们叫他罗老四。就是罗老四上台了之后，然后年家不也就顺其自然的就被升起来了嘛。年羹尧以及年羹尧他爹，因为当时雍正刚继位，所以他就顺带把他的人一波的先生下来。在这之前，年世兰已经是他的妃子了，就在他还是4王爷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姻亲。第二个是《甄嬛传》里有一个和亲，雍正拿那个叫什么昭归公主送出去准格尔和亲，对，然后年纪也大概是这样子，就是10几岁，然后嫁给50几岁，就东方西方永远都是一样的。这门亲事就这么说下来了。这个时候柏林爸爸他又看到了机会，他就凭借着外交或者说是游说的这种手段，他让他的2个女儿跟着这个 Mary 公主，你嫁入法国皇室，我跟着你一起去，我们俩伺候你。Anne 这个时候从萨沃伊那边的小留学生变成了法国那边的小留学生。柏林爸爸有多厉害，就是说次年，因为路易12 52岁了，然后当时的人的寿命其实不是特别长，就 Mary 公主嫁过去第2年她就死了， Mary 就守寡了，就变成寡妇了。当时是谁继位呢？路易12他没有儿子继位，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的丈夫就是他女婿弗朗西斯1世就变成了后来法国的国王，他年纪跟亨利8世是差不多的。这夫妇俩现在上位了，Mary 公主的地位就很尴尬，她就很快就被送回来了，灰溜溜的又回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呢，我不知道是因为柏林她很有手段，还是因为这2个女孩子的表现太好了，新的国王和王后也把他们留在了身边。 Mary 回来了，那姐妹留在那边，对，他们去的由头其实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们还是留了下来。Anne 在那边待的时间比较久，应该有待到8、9年这样子，所以其实他的留学经历是很长的，他的简历是特别好看的。当时的欧洲大陆已经开始是属于是文艺复兴的中期了吧，当时的人文啊、宗教啊、经济啊都是欧洲大陆比较强，又是法国宫廷，当时宫廷的那种风气就是说男士和女士之间就是互表好感啊，或者说是互相调调情啊什么的，是很正常的那种，就是那种 lifestyle。 所以 Anne 其实在当时在法国宫廷里面，她就受了这种欧洲皇室礼仪贵族文化的这种风向标的国家的熏陶。其实她当时作为一个贵族小姐，她的综合价值其实是很高的，就如果说你现在求职的话，你可以聘到她的话，应该是很好。我完全能理解，就是那种就是全球 top 的企业，然后秘书长旁边的这种小秘，然后现在出来了之后要到一个公司去应聘的话也是受欢迎的，
因为他肯定有着就是前面那家公司的见识跟经历，就见识过大 case 了嘛，见识过最新的产品。对，就是对吧？我已经见过大世面，就是他完全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你想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肯定是要比英国要高的。弗朗西斯他作为一个青壮年的一个国王，他当时在位期间，他大大推动了法国的文艺复兴，包括那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好像就是在他的资助下画出来的。哦。然后不是歌里就会唱嘛，1522年他就回国了吗？回国以后呢，他就觉得英国的小伙子都好逊啊，他说 British guy lame， 其实真的很正常。我在法国宫廷见过那么多，就是怎么说会讨女士欢心啊，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鲜肉我没见过啊。他肯定就觉得，哎呦，我见的世面比你们都多了，看不起这种英国的一般的小伙子，所以他一回来就你可以想象他的内心的一个择偶标准肯定是很高的。顺便说句他为什么回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那个 Thomas Wolsey， 就是皇上身边的那位大红人，他本来想给安排一个很逊的一门亲事，就要把她嫁到爱尔兰。哦，对当时的英格兰贵族女孩来说，在安的眼里，爱尔兰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她怎么可能愿意嫁过去？过于下嫁了。对，她虽然回来，但是当时其实也是在拖延，就是不想让自己嫁出去。当时的柏林家其实已经因为柏林爸爸的外交和社交的手段，他们已经在宫廷里面都是有一定的地位，包括他的弟弟乔治也已经在宫廷里面获得了职位了，然后他的姐姐 Mary Boleyn 其实也已经嫁给了一个也相当于是跟国王私交不错的一个贴身侍从，叫 William Carey。这个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其实也有拍，就是斯嘉丽·约翰逊的那个 Mary， 她嫁的那个 William Carey 是谁演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卷福演的。哦，对，OK， 怪不得豆瓣上就当时一群人都在说为什么会有卷福，为什么在这里见到了卷福。OK， 好，高磊。对，而且因为安柏林的姐姐 Mary 历史上面被证实是亨巴的情妇之一，甚至有传闻说她跟 William Carey 的2个小孩都是亨巴的。至于是不是真的，但是电影里面演是她真的有帮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因为是私生子，所以没有被承认，被送回乡下了。这段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历史上有证据说亨利8世有给 William Carey 有打了几笔钱，这个就已经不言而喻了吗？其实1522年距离阿拉贡的凯瑟琳最后一次流产已经4年了，她当时唯一的女儿玛丽公主，就是后面的玛丽女王，也已经6岁，她那个时候应该已经37、8岁了，很有可能就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亨利8世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正统的名正言顺的男性继承人，他当时其实已经很急了。那这个时候柏林家还在贵族阶层里面，他非常积极的在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地位。安柏林作为一个妙龄少女，又刚好回到了英格兰，那柏林爸爸他不可能不把安放在自己的怎么说，就是自己的手牌里面必须有自己女儿这一张底牌。然后这个时候 Thomas Wolsey 又出来了，可能是因为他是皇上身边人嘛，他肯定知道皇上在想什么。当时就是对亨巴这个为了子嗣纠结的这个事情，历史上被称为 The King's Great Matter， 就是说这个国王老不生儿子都已经成为他的头等大事了。所以就是 Wolsey 他肯定知道我们的王后已经生不出来了，但是我们的国王还没有儿子，我得给他张罗呀。所以他就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在历史上面都有记载的选美大会。名义上面好像是为了招待外国大使。然后这个时候呢，安柏林、玛丽柏林，然后当时不是亨利的妹妹玛丽公主之前不是就回来了吗？他们都参加了。内容是什么呢？参加的女士她们都穿上很好看的衣服，然后每一个人呢扮演一个拟人化的一个女性的美德，由国王为首的一些贵族男士扮演骑士们去拯救他们，去城堡里面拯救他们。那个曲好会玩啊！对啊，据说亨利8世还蛮喜欢这种 cosplay 的，就是怎么说，他很喜欢把自己想成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玛丽柏林她当时是善良 kindness。
然后安柏林扮演的是 Perseverance， 好像就是坚毅还是恒心，然后这个应该是有历史记载的安柏林和亨利八世的第一次见面，或者说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亨利八世的面前。但是呢，这个选美大会呢并没有让亨利看上安柏林，他反而是看上了他的姐姐玛丽柏林。安柏林其实在这场选美里面也是收获颇丰啊，他吸引到了另外一位贵族青年叫 Henry Percy， 他的父亲是诺森伯兰伯爵，虽然是伯爵哦，但是好像他们家这个爵位很悠久了，而且他们家很有钱，对于安他们这个新贵族来说其实是已经很高攀了。这个我记得电影里面也有，但是电影里面好像是安跟这个伯爵的儿子是在玛丽柏林的婚礼上面认识的，但其实安和玛丽都是在这场选美大会的时候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姐妹俩都在这个选秀大会上出道了。安本身我觉得也挺大的，他已经跟 Henry Percy 他们私定终身，差一点点就结婚了。这个时候 Thomas Wolsey 就把这门婚事给阻止了，取消了。首先是因为这个 Henry Percy 他之前订过婚，然后呢柏林家身份太低微了，他们觉得配不上，国王也亲自出来反对，然后这个 Henry Percy 的爸爸就是当时的诺森伯兰伯爵也出来反对， Wolsey 他带头把这个婚事给告吹了，这是安柏林跟他可能是会有结下梁子的。另外一边玛丽柏林不是跟亨利八世但是因为亨利八世就怎么说，国王在当时找情妇甚至生孩子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多多少少其实哪怕他没有给他生下正统的子嗣，柏林家还是因此有捞到一点好处，就是他拿到了一个子爵的爵位，这对他们来说其实已经很好了，就是说还是上升了一点是吧，地位有上升到就是多多少少玛丽给他们家有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安就很亏了，婚事都告吹了，然后他本来已经在宫廷里面有做一段时间的侍女了，又因为这件事情让他去休假一段时间，他就被赶回老家了。但是呢他休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回去的嘛。当时的英国宫廷一批是在国王身边的要职，另外其实就是姻亲嘛，就是其实王后身边的这群宫女也是会对国王身边的这个格局是会有一点影响。前朝与后宫，就古代封建时候的那种宫内的那种样子都是一样的，可能人际关系都是一样的。对，其实没有差很多。包括你刚才说就是他一直愁着他没有儿子，《甄嬛传》里面不也是吗？就一直都说皇家最要紧的是开枝散叶延绵子嗣，才能江山万年代代有人。对，所以就是其实安柏林他虽然第一段亲事告吹了，但是因为他还是在王后身边供职嘛，而且亨利八世作为王室，他接触到的贵族女性，或者说是他可以去追求的适龄的贵族女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多。那你想安这种又在法国待过，然后自己本身又是头脑很好的这种女性，她不可能不引起亨利八世的注意，然后又年轻，她回来的时候应该才20出头吧，不追他追谁，就是说，所以就是其实也就是几年以后，亨八就注意到安，并且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整整给他有保存下来的，他给他写了整整17封情书，有的是法文，有的是英文，而且这17封情书现在在哪里呢？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教会给收了去了。看，这不就是罗老四，然后当初见到了甄嬛？真的吗？他也写情书吗？他写啊，而且他随时彩虹屁吹的呀。他就说嬛嬛就是说朕就喜欢你读书，能跟他聊得在一起吗？他还喜欢嬛嬛什么？就是不与百花争艳，都是喜欢这一套，你知道，这宫中奉承的女人多了，就老喜欢这种有见识的、聪明的、独树一帜的，说到底就是新鲜感。对，就是他亨利八世也是被安的那种，哎，他好像跟那种传统的女性不太一样啊。可能他会主动的去跟男性比如说开小玩笑啊，或者说是眉目传情之类的。然后呢安就是也读过书嘛，除此之外呢他们俩还有什么小动作，你想在王后眼皮子底下他们俩不可能很怎么样。当时就是亨八对安展开追求以后，安其实没有特别热情的回应。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有一本祷告书，现在就是好像是前几年才被发现的。他跟亨利就用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留言，还搞笔友啊！而且因为当时的祷告书就是会有那种插画的嘛，那你知道圣经里面会有一个个典故啊什么的，所以这些插画会
会画出这些典故。然后亨利八世呢，他就在一张耶稣的插图下面，这个耶稣是遍体鳞伤，就是他受伤的时候，他就在这一页下面表达了说，哎呀，我追你，你不回应我，我很痛苦啊之类的，对应插画的那种然后安柏林呢，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典故，就是受孕告知嘛，就是加百利告诉那个 Virgin Mary， 跟他说你怀上了圣父的圣子，就是你是要为人类诞生一位救世主的。这样的一幅插画下面，他写了2行小诗，大致意思就是说，哎呀，一天又一天，你会发现我对待你还是怀着爱意和善意的。加上这张插图，所以历史学家就推论说，安的意思就是在暗示说，哎，你可以期待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的意思。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很厉害？好会哦！我觉得这个简直是欲擒故纵上面更高一层了，就是投其所好加欲擒故纵。而且这种表达的手法又是那种很悄悄的，但是又非常的，就是你知道，男的看了肯定会觉得心痒难耐，绝对的心非常痒。而且你说到欲擒故纵，其实安真的是欲擒故纵，就是他跟亨利，就歌里面其实也有唱到，就是你不离婚，我是不会真正跟你，就是他们实质性一直没有发生关系。安一直在冷处理亨利对他的追求。这不就是嬛嬛吗？嬛嬛一开始认为罗老四是14爷，然后各种矜持。天哪，怎么都一模一样啊！西区和那个美版的那个伴奏，这2个版本的伴奏一开场就有那个绿袖子那个旋律。绿袖子又是什么？绿袖子就是那个就是英国那个民谣啊，就很熟悉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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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anyway，反正就是绿袖子的旋律应该是蛮多人熟悉的嘛。其实他们在反复的有在强调这段旋律。这首曲子是亨利八世在追求安柏林的时候写给他的一首诗，然后改编的。安柏林他在这首曲子里面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说，我的袖子可能是绿的，但我的口红是红的，其实就是在指代说绿袖子这个典故，但这个典故其实是假的。刚才不是说到他暗示亨利说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男性子嗣，那亨巴肯定得全力以赴啊，但是他面前有一堵高墙，就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他老婆。他当时态度就是 no way， 就是跟第一首歌唱的一样 no way。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Thomas Wolsey 又来了，因为他不是身兼就是主教的那职务嘛，亨巴就跟 Wolsey 说，你去帮我跟教皇说，允许我取消我跟我老婆的婚约。取消婚约，因为当时是不允许离婚的天主教。那取消婚约要怎么取消？你得有理由啊。然后呢 Wolsey 呢，他们有多缺德，就是第一首歌里面也有唱了，就是他们在圣经的利未记找到了一段原文，就是说你不能跟你的兄嫂结婚，要不然的话你们就会被视为不洁，你们是不会有子嗣的。 Wolsey 他就说，阿拉贡的凯瑟琳，你嫁给亨利之前你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其实就是说你不是处女了，你已经失贞了，你不会帮亨利生下孩子，你们的这段婚姻应该是无效的。当时其实凯瑟琳我觉得是真的受了很大的羞辱，好在她背景还是挺硬的，因为当时她的姐姐胡安娜的儿子其实已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班牙一直都是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大国，所以他们一直都是获得那个教皇的支持的。亨利你要把凯瑟琳赶走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教皇他就是他，我也不想得罪你，但是我就是不给你答复。教皇就是说再等等，再等等，然后包括他派出来就是主持这件事情的红衣主教也一直拖了好久。然后这个红衣主教终于到了英国之后呢， Wolsey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伦敦的一个叫那个 Blackfriars 那边组织了一场公开审判，他就要把王后和国王拉出来，让大家都评评理，是不是应该取消这段婚约。他觉得他要让民众根据圣经的这一段典故决定这个王后是没有资格的，这段婚姻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当时凯瑟琳他亲自下场，他一进来，他直接冲进来，他就跪在了亨利面前。这一段其实第一首歌里面有这么一个演出，凯瑟琳他就跪在了舞台上面。当时历史上面其实有记录，就是说凯瑟琳跪下来以后，亨利让他起来，他都不愿意起来，自顾自的就说了一段非常声泪俱下的自我辩护，而且就是非常的逻辑自洽，意思基本上就是说，陛下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
就他说你看我一个人远嫁他乡，无亲无故的，我唯一依靠的就是你，而且我从来没有冒犯过你，我一直都是恪尽职守，做一个忠诚又谦卑的，就是 loyal and humble 的妻子。你开心的事情我就开心，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也不抱怨，你对谁好我就对谁好，不管他们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而且结婚20年，我替你生了那么多孩子，虽然说上帝把他们都召回天堂了，但这个不是我的本意。我嫁给你之前肯定是冰清玉洁的，由上帝替我作证，我跟你的哥哥亚瑟从来就没有夫妻之实。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真的觉得我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可以赶我走，我没有怨言。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没有，那就请让我维持我的身份。然后他就把他们俩爹又拉出来说，你爸和我爸都是贤王，都是明君，他们在位的时候给我们安排的婚事，周围的人也都不是傻子，当时也没有人跳出来反对。所以现在请你想一想，提出反对的人到底是什么理由，要让我在这里面对你如此残酷的对待。而且他说我毫无防备，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指控，而且我身边也没有可以给我建议的人。如果说就是如果你愿意发善心，你不要在英国的法庭霸凌我。就是他很委婉的说，他说能不能让我在一个有人能给我建议的，或者说比较公正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你有本事我们拉到教皇面前去说。最后他还是说，他说如果你还是不同意，我只能随你的心意，一切就让上帝去定夺吧。他最后还是交给上帝定夺。他从头到尾一直都觉得上帝给了我使命，如果上帝觉得我应该留下来，如果你听上帝的话，那就让我留下来。然后他说完这句话，我听完这一段我都觉得我要哭，但是我真的很想说，吃人的皇权，吃人的父权。凯瑟琳她说完这段话以后，没有人可以反驳她。她说完这一段话，扭头就走，叫也叫不回来。她身边的侍从还说，国王叫我们回去，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她就说不回去，回去了反正也没有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她就走了。这一段其实就不了了之，就等于说 Thomas Wolsey 用的各种手段都没有起作用。就教皇到后来就是他派来的那位红衣主教就说啊，我们先把这一次法庭解散，我们10月再继续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再也没有。而且凯瑟琳她在当时是非常受民众爱戴的，又加上亨利8世要取消这桩婚约，这可以说是遭天谴的。所以民众为什么讨厌安柏林，其实也是有一点民心基础在那边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也是一种本来就不是女性的错，然后就很轻易的把愤怒转嫁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而没有人去谴责真正引发这一切悲剧或者罪恶的男人。只能说他们在父权社会下苦苦挣扎。那 Thomas Wolsey 他不就失败了吗？听到现在真的 Thomas Wolsey 这个家伙简直就像一个明朝的那种宦官，国王想干嘛他就顺了国王的心意，所以他才会升到那么高吧，我觉得。但是没有想到在安柏林这一事情上他遭遇滑铁卢，然后他之后就是渐渐的就不被重用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亨利他还没有娶到安柏林，他急死了，更别说儿子了。然后他就启用了当时是Thomas Wolsey 手下有一个本来其实不太起眼的一个公务员，这个应该是第4个 Thomas 了，是 Thomas Cromwell， 就是我们叫他克伦威尔吧。克伦威尔其实斯图亚特王朝不是有一个光荣革命嘛，然后不是有一个克伦威尔嘛，这个克伦威尔是后面那个光荣革命的那个克伦威尔的前辈，我觉得他才是推动英国宗教改革的大手，他是真正的那个非常激进的人。亨利8世他本身他到死他自己都是天主教，他当时只是想要脱离教会，想要自己掌握这个宗教方面的话语权。克伦威尔他站出来以后呢，他出身要比柏林家更低，然后他对当时教会的腐败的风气他其实是很不以为然的，所以他当时就感觉他的抱负理想得到了一个实现的机会，他马上就协助亨利8世起草了有2个最重要的法案，一方面是成功的取消了跟凯瑟琳的婚约，另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国内的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是禁止上诉法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们不要去教皇面前告状，直接跟国王说，直接跟国会，让国会决定。也就是说什么，一方面是老百姓更没有地方讲话，另一方面凯瑟琳你想到教皇面前告状，我现在不许你去告状。
凯瑟琳跪在浴前声泪泣下的说那一段话，就仿佛就是亨利八世在上面坐着说堂下何人状告本官，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直接让凯瑟琳就是说直接不能信访了，就这样，你根本就无处去诉苦，无处申冤啊，就是然后呢再进一步呢，他就起草了至尊法案，也就是正式宣布说国王我们的亨利八世才是我们教会的最高领袖。基本上就这2条法案就正式让英国就脱离了那个教会。那其实第2条法案也是有一点辅助第1条法案嘛，正因为第2条法案就是说我们的宗教是独立出来的，所以才巩固了第1条法案，导致没事不要去那边闹，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新的系统，然后亨利八世就是系统的最高者。是的，就是整个就切断了。当时英国的国内是有2位大主教，一个是约克大主教，一个是坎特伯雷大主教。Wolsey 他不是约克大主教嘛，但是他现在不是失势了嘛，这个时候柏林家就趁机他就扶持了一个当时应该算是帮他们家的一个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就是这2大主教 B 倒了，我把 A 给扶持上去。然后呢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呢，终于在1532年亨利跟安就秘密结婚了。1532年的11月份，大概是半年以后吧，柏林家扶持上去的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是 Thomas， 第5个 Thomas Cranmer， 但是我们就叫他坎特伯雷大主教吧。就是在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持下面，阿拉宫的凯瑟琳她的婚姻就被宣布无效了。第2个月就是几天以后吧，6月份安柏林就加冕了。加冕的时候呢，已经很明显能看出她怀孕了，肯定就是秘密结婚的时候该发生的都发生了，然后呢可能就是有身孕了。基本上来说是可以证明就是安之前都一直没有跟亨利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大约是1526年开始追他，一直追到1532年，就追了整整6、7年。安真的跟他父亲一样是很有定力的一个人，我觉得追了那么多年。对啊，他26年的时候应该25、6岁嘛，到32年他其实也30出头了。她这一次怀孕呢，就在1533年9月份，她就生下了亨利八世期待已久的子嗣，但是是个女儿。安她成为王后以后，她的姐姐 Mary 是在她身边作为一个宫廷侍女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她姐姐改嫁了，悄悄的改嫁，嫁给一个身份很低微的年轻人。安对此大为光火，就是你怎么，我们现在柏林家是什么身份地位，你怎么能和这种人结婚？这一段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有表述。然后是谁演了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我们的小雀斑。哦，哎呀，原来大家都是熟人啊！以前的贵族都是个圈，现在的娱乐圈、电影圈还是个圈，联动。因为 Mary 她下嫁了，她就得不到家里面的资助，也把她赶了出去，就等于她就不再陪在安的身边了。那安其实身边就少了一个支持她的人。刚才我不是说国王后来重用了那个克伦威尔取代了 Wolsey 嘛？克伦威尔呢，因为 Wolsey 是他曾经的就领导嘛，也是对他比较重要的一个导师，他就一直觉得你安柏林是我的领导失势的一个罪魁祸首。可能安柏林觉得你帮助我上位，你是我这边的人，但克伦威尔自己心里面会觉得有我给你颜色看的时候，安柏林当他还沉浸在一种我终于是王后啦，我带着我们一家都鸡犬升天的时候，克伦威尔其实他有自己的打算。而且因为他之前生了个女儿，她后来还流产了一次，因为她其实当时她吸引亨利的点是她跟其他的女人都不一样，她有头脑，而且有自己的见解。特别其实因为安她在法国的时候，她认识了弗朗西斯一世的应该是姐姐，弗朗西斯一世的姐姐是在宗教方面很有自己见解的人，她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激进，就是跟当时天主教的一些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安其实在当时有受到她的一些影响，她也是不喜欢当下的那种天主教的势力，就是她觉得你天主教你的话语权太大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包括他的弟弟乔治，因为当时也是在宫里面嘛，姐弟俩其实在这方面都是有自己的见解。另外一方面，安他也是一个不但有自己见解，他也是一个勇敢表达自己见解的人。婚前亨利追她的时候会觉得哇，她好特别，她好有头脑，她什么都敢说，她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我想要得到她，我要征服她。但是一旦征服以后，安的这种喜欢出头，喜欢发表自己见解的女性，在亨利面前就她的优点都变成缺点了。
另外一点，安的舅舅那边就是第二个 Thomas， 他当时已经继承他父亲的爵位了，他们家是天主教，安跟他舅舅家其实也不一定对付，甚至在他舅舅面前他不一定会给他舅舅面子，就等于在宫里面其实他没有太多的站在他这边的人，反而是到处树敌的那种感觉。得势来得快，失势来得也快。大概他们婚后3年都不到的时候，1536年的1月份发生了3件可能是改变安命运的3件大事。一个是阿拉宫的凯瑟琳就去世了，他们结婚以后，凯瑟琳就颠沛流离，她被各种的转移，就是到那种就是到修道院也好啊，到那种旧的庄园也好，她的身边的宫女也越来越少，都撤走了。他后来就很落寞的就去世，他甚至去世之前他还拜托他以前的侍女给他写了一封遗书，跟亨利说，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啊，你之前对我做的事情我都原谅你。而且凯瑟琳去世的时候，玛丽公主她都没有被允许参加她的葬礼。除此之外呢，1月底的时候，亨利其实他很喜欢骑马比武，他在1月份骑马比武的时候呢，他坠马然后晕过去整整2个小时，等于是鬼门关走了一遭吧。有人就觉得这个事件其实是导致他后来脾气越来越坏的一个契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1月29号的时候，安柏林又流产了，而且流产的是一个男孩。然后这个时候 Henry 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作为国王的人生就一直要不到一个男性继承人？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然后上帝要惩罚我？这种种的迹象呢，都让人感觉到安可能在国王心里的地位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就他又树敌很多嘛，那自然他的那些敌人就开始要蠢蠢欲动了。同时安其实他自己就渐渐感受到这种局势的改变以后，他一个人在宫里面，如果感受到周遭的压力，他肯定是会有一些反抗机制，他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糟糕，行为和情绪都开始变得很反常，变得不稳定。因为你想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靠自己的一些人格魅力，或者说是一些跟男性跟异性调情的一些手段来博得男性的好感，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又有一点想使用自己的一些拿手的伎俩啊，或者是手段，他想说他能不能在宫里再获得一些人气，再获得一些魅力。所以他这个时候宫里就开始传说安柏林各种各样的跟宫里的一些年轻贵族有私交，你知道吗？这些传闻越传越像真的，到最后直接导致了他的末路吧，可以这么说吧。如果说只是国王对他不满意，想要让他让位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做的那么绝。但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他让克伦威尔帮他干这件脏活嘛，那克伦威尔他当时其实编的这个罪名其实非常毒，其中有一条是叛国罪，然后还有一条是乱伦罪。这罪太重了，叛国罪你肯定是要砍头的。他判断安是叛国罪的依据是什么呢？因为安当时和亨利八世身边的一位叫 Norris 的贵族，他当时有一段对话，就是说，哎，你什么时候跟我的一位姐妹示爱啊？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确定关系，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跟他求婚，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当时那个 Norris 他就说还没有到时机啊之类的，就他否定了。安呢他就调侃了一句，但是也调侃过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难道是在等国王死，然后要跟我在一起吗？这就是说他口头讨论了国王的死，他口头策划了国王的死，这个就是叛国罪。我个人认为，为什么要定一条乱伦罪？他定的乱伦罪是什么？就是当时跟安一起审判的5个说是跟他有私情的有私通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乔治。我觉得为什么要给他弟弟也要给归进来呢？是因为他们想彻底把柏林家连根拔起，对吧？你柏林家在宫里的第2代就你们俩，而且他们俩据说当时姐弟俩其实感情特别好，弟弟是一直很爱戴很尊敬自己的姐姐。其实乔治他如果说服软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据说还有一线生机。但是他当时在审判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克伦威尔他拿就是他的一纸罪状啊，他拿到他面前说，你看一下你承不承认，然后你签个名就行，你不要念出来哦。然后乔治就念出来了，念出来里面有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乔治说他姐姐告诉他，也就是安柏林告诉他说亨利八世不行，
就是那方面不行，当众羞辱亨利八世。克伦威尔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能听你姐姐说这种话，除非你们俩有姐弟以上的关系，你才会跟你姐姐讨论这种事情。你别想活了，就是说，就你知道的太多了，不但知道的太多，而且你还把你知道的东西当庭告诉大家。你知道你讲这一段让我真的想起了就是年羹尧家年家在整个《甄嬛传》里的感觉。当罗老四上台的时候，他需要这样一个家族来扶持他，然后当他已经坐稳了，也开始思考年家是否功高盖主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削弱他。罗老四甚至在王爷时期就一直以防年家未来过于功高盖主，然后就给了年世兰欢宜香，让他一直生不了，是不是？对，就是说都不是生男生女的问题，就是让她不能怀孕。后来她要开始铲除年家的时候，就是年家的男性都就是斩首，然后年世兰降为年答应，然后大概只留一个侍女，手段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对，其实非常像。而且年世兰在得宠的期间，对于罗老四的那种状态其实也蛮像安柏林对于亨利八世，就那种吸引力，会挑逗啊，然后年轻貌美，但是从两个故事都看得出来，君主更在意的是自己的皇权。那当然了，他让安柏林上位也是觉得有机会能得到一个儿子，是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克伦威尔一个人一手操办的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亨利的授意下就开始制定各种各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计划，要除掉安柏林甚至柏林这个家族。而且当时把安柏林扶上去也是克伦威尔，亨利和克伦威尔一个是无上的权力，克伦威尔是又有心眼又有手段，就成也是他们，败也是他们。所以安其实他有选择吗？他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是。然后这里插一句，就是在《甄嬛传》里边，当时扳倒年家其实是借助了一部分就是甄嬛的家族甄家的力量，扳倒了年家之后，就是他爹甄远道原本是大理寺卿，然后在除掉年羹尧了之后，直接被提到了吏部尚书，都一样的。现在很多人为什么都说《甄嬛传》已经是最后一部真的是女性的，就是在封建体制下女性如何抗争的一部电视剧了。就在《甄嬛传》之后没有了。因为这部片子把封建下的，就是把女性作为牺牲品在皇权和父权下的场面描绘的很好，看来还是蛮真实的。不是说符不符合历史，但是只能说符合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就是没有机会去得知的事件，是 truth， 就是说是真理。是对，我刚刚不是说1936年1月的时候是安流产，然后阿拉贡凯瑟琳去世，然后亨利受伤嘛。5月份的时候，安柏林就被他的亲舅舅，就是诺福克公爵 Thomas Howard 就把他给逮捕了，被关进了伦敦塔。同时被捕的还有5个那个被造谣出来的所谓的情人。我觉得就反正很有可能就是加上严刑拷打，然后他们认罪了以后，一一就被处决了，然后他的父母也没有能去看他。然后当时他们不是扶持了那个坎特伯雷大主教上位吗？也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说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的资格无效。这一次又是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安柏林和亨利八世的婚姻无效。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就跟玛丽公主一样被剥夺了继承权，因为你们不是正统的子嗣。2天以后，安就被砍头，不到2周亨利就又娶了下一任王后。柏林家族的辉煌不复存在，而且后世留下来的安柏林的画像都是后来才画的，他唯一可能能反映他真正长相的只是一枚残缺的硬币。也就是说当时肯定他被处决以后，亨利有故意就是把他的一些画像或者说他长得什么样子都给销毁掉，所以后世才会有一些不认同安柏林为人的一些人造谣说他长得很丑，他有第6根手指，然后说他脖子上面有个肿块什么的，就挺令人唏嘘的，仿佛就想让历史上不存在这个人。有一句话真的说的没有错，就是历史就是胜利者撰写的，被历史淘汰的人他们没有资格为自己发言。
当时把安还有他的捂着私通的贵族青年关进伦敦塔的时候 Mary 也在那里，对不对？ Mary 不在，电影里面是演的说，最后就是说安知道他要被带去伦敦塔以后，他的姐姐 Mary 第一时间就想到说我要把伊丽莎白给救出来，然后他就跑到宫里，当时他妈妈好像还抱着伊丽莎白，他就从他妈妈手里抱住伊丽莎白说，让我带走他，他就走了。然后 Mary 想替安柏林在国王面前，因为他想说我好歹也跟你有一点情在嘛，就我之前还当过你的情妇，你能不能卖我一个人情让他不要死。亨利就言辞拒绝说你最好不要再出现我的眼前，然后 Mary 就无奈就只能去行刑台那边，当时安柏林还在行刑台那边还在等 Mary 说你有没有说服 Henry 饶我不死。 Mary 就给了他一个眼神，意思就是说不可能了，然后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妹妹被解下那个一身的行头，被砍头。这个其实当时没有这么记录，就是 Mary 她后来因为被妹妹赶走以后呢，真的就是可能是在乡间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但是 Mary 其实后来她的子嗣有一直留在王室血脉里面，甚至伊丽莎白二世都是她的直系后代。什么？就是长寿的伊丽莎白女皇是 Mary 的，有可能是 Mary 的后代，还是非常确定？不是有可能，我后来有查到说Mary 后来的后代有留下子嗣，然后一代一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嫁进哪里然后生了谁，或者是娶了谁然后生了谁，但是一直是直系的。我后来就一代一代去查，发现真的是就是你可以追溯到 Mary Boleyn。 那最后就是说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皇最终还是有那么一丝曾经辉煌过的柏林家族的血统。对，而且你想她是伊丽莎白二世，她是 Mary Boleyn 的后代，然后伊丽莎白一世，就是把都铎王朝带入黄金时代的那位伊丽莎白一世又是安柏林的女儿，就是历史上还流传着柏林家族的痕迹。对，哎，只是在风中消散而已，这个家族。那你想2周就娶，不可能没有跟安柏林重叠到，他跟安其实也有一定的亲戚关系。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的名字叫 Jane Seymour，